大家好，我是云飞，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好，我们现在关灯，成功关了。开灯 ，nice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小爱陪你一起听 New World 人声乐团等的 Deadman。小米手表 S eSIM 这个效果还不错吧？终于也实现了一部分此前吹过的牛了。咱首发买了，到现在也用了1个多月了，刚好可以给大家来一期比较详细的深度体验了。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先下个结论，这款手表各个项目它都有亮点，但聚在一起就是不推荐购买，除非你就是对其中的功能很在意。那么我们点出场转发一下，这就开始今天的正片。首先，我们还是从它的整体外观讲起，结构和基础的咱们就不讲了，主要是这个外观实际用起来怎么样。我这个是当时比较难买的绿焰配色，整体的颜色是深灰色的表框，然后里面是这个银色的铝合金，所以在使用的时候，如果和我一样磕碰了，还是会有这个战损的效果。而背部这个材质，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耐脏的材质啊，和其他的手表相较而言，会比较容易积泥，需要自己经常注意。而它的表圈，目前我还没有换过，也没有打算换。我在拆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小点，就是目前拆下来表圈来说，还会有这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馈，会一直震动，直到你操作它才会停下。大家可以来对这个 S3开始的表圈系统打个分，你喜欢这个不？再就是到它的机内，它的表盘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但目前的息屏显示，我认为还是小米的一个弱项。核心的这个时间显示它是 OK 的，但显示的亮度真的不高。而其他的表盘信息基本上都是看不清的，我个人认为可以做得更亮一点，不说苹果像华米那样就够了。其实我个人而言，开息屏显示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为了看时间，而是看到我的表盘那个爽度，像苹果、华米那样就挺爽的。希望小米后面可以加加油。而它的系统目前我感知下来是不如小米九环10流畅，可能有很多东西它没有调好，或者说玄界第一，不仅仅是帧率感知不高，且目前用久了它还有一些滞后。具体的表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操作，按下表冠之后的响应就确实不像是一个1000元的手表，讲真的比佳明这种户外表都要慢一截。而切换表盘目前长期使用下来，还是觉得不如以前那样长按切换啊。现在这样的切换方式无法使用别的卡片了，空有这么大一块屏幕没啥卵用，而且切换表盘的频率其实远没有查看健康卡片来得高，不知道为啥都换成了这种切换的模式。而 eSIM 方面，我个人还是使用移动的卡，这个我没有测试了，大家也可以补充一下。那接下来就是米系手表的优势，首先是这个 NFC 功能，它依然是支持比亚迪的车钥匙，直接在比亚迪的 APP 里面开通就行了。小米汽车 APP 它就更不在话下了，有单独的 App， 这个我就不演示了。在玄界 T1 芯片的加持下，小米也尝试在这块手表上做了很多的生态方面的一个联动，就比如说遥控拍摄的功能，它可以实时显示拍照、拍视频的画面，我们也实际测试过，绝对是目前手表实时预览的第一梯队。这个方面甚至比苹果还要强，距离远，连接也异常的稳定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它在开启拍摄和视频之后是不能关闭手表，退出预览之后，手机也会同步关闭。而且因为是原表，只能截取中间的一个圆形的画面，这对于正经的监看来说还差点意思。但我觉得后续可以升级一下，就给一个把画面缩小的选项，给拍视频的用户更多一个选择。而且除了这个控制，它可以直接控制平板的翻页，像最近出的 K-Pad 就是可以直接在手表上面控制翻页，这简直就是看 PPT 的神器啊！当然还有我们开头就演示过的手势直接控制家里的设备，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，它在智能家居系统里面有哪些状态？我们直接来到米家，它是有生理状态、运动状态、快捷操作、电量这4大类，我们可以详细的来看一下。点击它。点击智能场景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已经创建了这2个，然后我们需要创建的话，可以直接点击它，然后这里点击自动化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可以有生理、运动、快捷操作和电量。然后我们现在详细展开来看一下，在生理这一大块，在睡眠里面它有睡着或者说是醒来这2个状态。
然后体征异常有检测到摔倒、检测到心率过高、心率过低、血氧过低。然后运动里面它是有开始运动、结束运动、运动暂停和运动继续，还有当天这个火力指标达成、步数达成、卡路里达成，这都可以设置成我们的一个这个自动化的一个东西。还有就是这个手势控制也可以直接应用到米家里面，就比如说这个快速换手腕、向外翻腕，还有这个响指。再就是电池充电，开始充电，充电完成，断开充电。个人认为这个还是非常之丰富的啊。就是如果你家里足够大，而且你会在家里搞这些运动的话，你可以完全可以设置出一套非常不错的这个智能的东西来。你别说，这个状态是比较丰富的。之前小米讲生态，很多人不屑一顾，现在再看小米的生态，确实就是目前的独一家，有很大的想象空间。试想一下，当我们的小米手表有了苹果 Watch Ultra 的一个水准，再加上米家的一个生态，那智能生活是真的很有空间了。那我们现在到哪一步了呢？现在给大家实际的演示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关灯。好，我们现在关灯。成功关了。然后我们开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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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们开灯。开灯 ，nice。只能说目前的这个想象空间它是很大的，但要打通的点一样有很多。至少我们现在有概率实现之前发布会吹过的牛了，对吧？而运动方面，之前我们有介绍过，它可以导入路线使用，但是没有地图，还是希望尽快把地图功能给做上。我也测试了一下它的 GPS 的准确度，我在学校操场的内圈1号位跑了2圈，应该是可以达到标准的800米，它的误差应该在2到3米以内。而 GPS 的精准度其实实际应该是有一些偏移的。操场的这边它是有一些建筑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干扰。我们看实际用手机记录的路线的一个对比，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小米15的一个数据了，这个表现是非常不错了。而其他的运动我基本上就乒乓球之类的，满足需求肯定是足够的。然后自动运动识别也都是 OK， 会比较准确的即时识别，我们需要手动确认就可以开始记录。而另一大块是健康方面，这个目前我主要讲其他设备没有的健康研究，就是心电图和血压。像基础的睡眠和心率、血氧啥的就还行，可以识别到午睡，记录睡眠的时间它是 OK 的，其他的也都可以全天监测。而心电图功能在开启之后，在睡眠状态下，它是每隔10分钟检测一次，这个频率是很高的啊。而血压方面，小米的血压筛查它是可以自动记录。有血压筛查高压提醒，没有我们常见的这个血压的具体数据，显示的是在一段时间里面血压的筛查次数。像我这个它最多的时候1个小时它是测了34次，这个是高压提醒。它有血压数据的一个分布，然后也有血压的昼夜节律，可以告知你是什么型的一个血压。像非构型它就是有问题的，一般都是构型血压。当然，它有睡眠呼吸暂停研究等等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查看哪些手表手环分别支持什么研究。通过这个界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小米手表 S4 系列都支持的健康研究项目，有心率、血压、睡眠呼吸暂停，这还是很不错的。这对于相关疾病的用户来说是大大的一个方便了。毕竟这个手表也不算贵，但目前不要对这个抱有太大的期望。这个 APP 目前 bug 挺多的，在我这个小米15上基本上是属于不太能用的状态，用2下就会自动退出，很难想这么大的公司会出现这种 bug。我们的详细体验到这其实就接近尾声了，我们要放在最后面来讲的一定是它的续航。我在买之前是真没有想到它的续航真就2天，是真的2天哦。我在全开检测加 CP 显示的情况下，就是2天的续航，这还没开 eSIM 呢。这也就是我虽然真的一直佩戴着在使用，但依然数据断断续续，就真不适合我这种不喜欢充电的人来使用。对于我来说，它至少得有1个礼拜的续航吧。其他的用户在没有全开的情况下，也大多反馈续航只有3到4天，这就还是希望小米可以继续优化。再就是说固件。
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面，应该是只有1次的固件更新，就感觉目前卖出去的不是很多，优化也没有太积极。而充电方面，就还是磁吸充电，没啥好说的。就有的时候耗电它是会比较多啊，它关机状态下需要充久一点才能够点亮，这点也值得注意一下。就我个人目前的总结来说，小米手表 S eSIM 版依然是小米最好的小米手表，功能很多，生态互联、运动、健康检测方面它都很棒。也有一些悬借独占的功能，但续航拉胯，在没有优化续航之前，个人不推荐，除非你急需健康检测方面的功能。但因为我个人使用不到这块的功能，所以也没有办法在准确性上给大家参考。这个真正使用过的观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你们的一个实际使用感受，希望会对后来者提供一定的帮助。希望小米手表多加油啊！小米手环它确实很不错，但小米手表真的需要努力。希望这期视频可以真正的帮助到想要购买的用户。最后，如果有买过的用户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反馈一下你们的实际使用感受，这些反馈可以更好的帮助到后来的朋友，也会让咱们的这期视频更加的完整。希望咱们这个长期体验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。最后，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留言。我是云飞，那么记得点赞、收藏，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